近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在南沙群岛相关岛礁附近海域布设3座灯浮标的消息引发关注。消息全文不过50多字，但信息量极大。因为就在不久前，菲律宾在南海相关海域非法放置了5个带有非国旗的浮标。菲方这一做法的背后，明显有美国的鼓动。此次中方设置浮标，也再次表明中国才是南海诸岛真正的主人，彰显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交通运输部5月24号发布消息称，近日为保障船舶航行及作业安全，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南沙群岛火爱礁、牛轭礁和南薰礁附近海域布设3座灯浮标。灯浮标为水上浮动驻航标志，具有初稳星距大、回旋半径小、占用航道面积小等优点。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博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中国在南沙群岛设置3座灯浮标，表明中国切实履行国际义务，维护航行安全，向国际社会提供涉海公共产品。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2015年5月到2016年，交通运输部相继在南海岛礁相关海域建设了多个公共服务设施。2015年10月9号，交通运输部在南海华阳礁举行华阳灯塔和赤瓜灯塔竣工发光仪式。这2座灯塔的建成填补了我国南沙水域民用导航设施的空白。此后，位于南沙主碧礁的主碧灯塔、位于南沙永暑礁的永暑灯塔和位于南沙美济礁的美济灯塔陆续建成发光并投入使用。这5座灯塔均为大型多功能灯塔，塔高均在50至55米之间，灯光射程22海里，可提供综合导航驻航服务。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林胜利对深圳卫视表示，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无论是以往的灯塔还是此次灯浮标的设置，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公共事务中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同时也维护了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设置这样一些公共的一些产品服务，能够更好地保障我国的渔民，同时也能够为南海地区经过的船只提供更好的一些导航或者夜间服务。这个也体现了中国的这样一个大国担当，它不仅是一个宣示主权，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去行使这样一个主权相关权利的这样一个管辖。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并不是想这个南海问题激化，而是更好的保障我们的权益，同时也要和地区各国的共同的推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稳定向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次中方布设3座灯浮标前不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我国南沙群岛300多平方公里海域内非法投放了5个巨大的太阳能导航灯浮标，其上面带有菲律宾国旗标志及菲方所命名的所谓岛礁名称。这5个地区分别包括费信岛、火爱礁、南越岛、双黄沙洲以及牛轭礁。菲海岸警卫队妄称这是在宣示菲律宾对这5座岛礁的所谓主权。深圳卫视注意到，费信岛靠近我国的里月滩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菲方曾在附近海域进行过石油钻探。火爱礁位于菲律宾非法侵占南沙岛礁的中心地带，其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南越岛是我国在中菲海战中曾收复过的岛礁，现被菲律宾非法占据。而双黄沙洲和牛轭礁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且具有丰富的鱼类资源。事实上，菲律宾搞改名字、放浮标的小动作，根本无法改变相关岛屿属于中国的既定事实。历史上，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国家，一直对南海岛礁行使主权。2战期间，日本曾非法侵占南海岛礁。根据开罗宣言，日本必须将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又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据公约，如果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对某处岛屿拥有主权，将自动拥有全部所有权。这是中国对南海主张的法理依据。菲律宾在南海非法设置浮标的做法，在国际社会也引起广泛争议。有观察指，这是菲律宾政府试图改变南海现状的明显信号，严重冲击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和公认的海洋法，也违反了中菲之间的双边协议。还有观察注意到，中方5月24号宣布布设的灯浮标，从地点上看，至少2个是与菲方设浮标重叠的区域，相当于给了菲律宾当头一棒。
林胜利就对深圳卫视表示，中方布设浮标是以顺势而为、借力打力的方式对菲方予以反制，显示继续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决心非常有智慧。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南海地区搞了很多小动作，打破了以往中菲在南海地区这样一个相对克制和稳定的一个态势。那么，面对菲律宾的这一系列的小动作，中国的反应是及时的、是有效的、是恰当的。我们也不希望南海地区这个矛盾的这样一个激化，我们也希望通过沟通的渠道和菲律宾更好的去探讨南海问题如何去稳定和发展。分析指，菲律宾非法设置浮标的做法很明显背后有美国的鼓动。外界注意到，美菲防务合作近来不断升温，美军可使用的菲方军事基地增加到9个。4月中旬，美菲又联合展开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军事演习，多场演习在靠近南海、台湾以南等海域进行。此外，美菲双方近期还达成双边防务指引，并正式明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覆盖南海。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赖德声称，基于新的双边防卫指导方针，美菲希望加强双边规划、信息共享，加速防御能力发展。彭博社称，美菲同意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优先考虑联合海上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巡逻。而针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相关内容，中国外交部、国防部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插手南海问题，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军队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必要手段，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5月23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场会议上，频繁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在发表讲话时，多次抹黑中国的外交立场，控诉中国所谓正在重塑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阿奎利诺还以南海问题以及去年12月中美军机摩擦为例，抹黑中国在南海大搞军事化，大肆鼓吹渲染所谓解放军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行动越来越多。针对阿奎利诺在演讲中大放厥词，中方代表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团长尹忠良少将当场予以驳斥。美国不希望这个南海地区能够持续稳定，这样的话可能就使得这个美国少了一些介入南海地区去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种机会，以这个菲律宾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来增强美国在南海地区甚至在东南亚地区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这个背后的这个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一系列的这个举措是符合美国这种大国竞争和对华施压的需要。外界注意到，虽然美国不断怂恿拉拢，但中菲关系仍基本保持稳定。4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访菲时，马克思向秦刚表示，菲方将坚持独立自主，不选边站队，愿深化菲中友好，扩大合作，加强沟通，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不使其干扰两国关系大局，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随后，马克思又在访美时强调，菲律宾会继续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如果未来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不能利用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对中国采取进攻行动。林胜利表示，在中菲关系仍然向好发展的情况下，菲方也应当认识到和平的可贵以及合作的重要性。菲律宾不能被美国利用，也没必要为美国火中取栗。中菲之间这个南海争端已经延续多年。双方之间也是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这个新的这个菲律宾政府要看到过去一段时间中菲双方去维持南海问题的不易和取得的一个对中菲整体关系的一个巨大的成就，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所以一定要把它继续的延续，否则的话对中菲双方都是一种利益的损害。